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蛙哥的频道。就在前不久 ，DOM 工作室发布《时钟宇宙》第39集第4部分的剧集，发生了非常多疯狂的事情。蜘蛛时钟登场后，和灵气指挥官进行了一场战斗。未来时钟人也再次出现，决定和灵气指挥官交手。而在马桶1号基地内部，联盟的精英干部也在进行战斗，他们的目的是把女电钻人给救出来。经过了一番紧张刺激的交战后，女电视人终于把女电钻人给救了。我们还注意到神秘电钻人再次出现，首次展示了他的攻击方式，并且他这次出现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还将看到刺客电钻人和马桶精英干部的一场精彩对决。在视频的最后，刺客电钻人手中的钢笔竟然是一场阴谋，这又是怎么回事？当整个基地被破坏，6号他们两个危在旦夕的时候，没想到 DOM 竟然出现，把他们两个给救了，这又是为什么？除此以外，我还将详细的解析第39集第2部分和第3部分大家可能忽略的隐藏剧情和所有彩蛋。如果不想错过任何精彩部分，请大家务必观看到视频最后。现在就让我们从开头对剧情逐帧进行解析吧。视频开头承接上一集发生的事情，在第1部分的时候，面对强大的敌人，泰坦电钻人直接爆发了，2次进化后直接化身为飞龙状态，一拳就把突变1号揍飞了100多米的距离。这还不算完，当突变1号起身后，还没搞清楚是什么状况，飞龙电钻王再次对突变1号发动了攻击，接着就是第2部分发生的事情。当飞龙电钻冲击过来时，突变1号及时闪躲，这一下把地面都砸了一个大坑，却没有命中突变1号。接着恶龙电钻看向上方，注意看突变1号有一个动作，刚才他的下巴被打脱臼了，现在竟然用手把下巴复原了。这时突变1号看向了1号基地，此时他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呢？也许这个地方并不适合交战，于是他决定腾空飞起，引诱恶龙电钻去往另外一个战场进行战斗。接着他朝着恶龙电钻发射了掌心能量波，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引诱恶龙电钻去往其他地方。恶龙电钻本来就非常愤怒，这下子彻底暴怒，准备振翅高飞去追击突变1号。我跟你没完，你等着我！泰坦电视人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于是就抓住了恶龙电钻的尾巴，阻止他继续追击。我们听一下泰坦电视人是怎么说的：等一等，不要被他给骗了，他是要把你引开，不让你待在他们的基地。你难道忘记自己的任务了吗？此时的恶龙电钻听到泰坦电视人说的话后，也暂时的冷静了下来。可接着突变1号再次发射能量波打中了恶龙电钻，恶龙电钻怒火中烧。我们都知道泰坦电钻人是一个情绪化的角色，他的情绪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泰坦电钻人还想试图阻止他继续追击，却被恶龙电钻一脚踢开，随后就追击突变1号，彻底的离开了马桶1号基地。泰坦电视人对恶龙电钻是没有什么好感，之所以阻止他前去追击，也是出于大局的考虑。恶龙电钻不听劝，还踢了他一脚，让泰坦电视人的内心也相当尴尬。我们注意看他的眼神，虽然不是愤怒的样子，同时也不是对恶龙电钻处于担心的目的，纯粹是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之前的泰坦电钻人智商就不是很高，还很容易冲动，被阿尔法蛊惑了几句就彻底暴怒，还对泰坦监控人大出手。如果不是泰坦电视人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泰坦电视人和泰坦电钻人也进行了一次高强度的战斗。泰坦电视人内心对泰坦电钻人没有好感，可能和这件事也有关系。现在得到了2次进化，虽然实力变得深不可测，但智商依旧没有提高，在情感上也更加的偏激了。此时画面来到了泰坦女铅笔这里，她也看到了恶龙电钻去追击突变1号，此时的内心也是五味杂陈，这个蠢货怎么就飞走了呢？这里可是马桶1号基地，是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啊，并且里面还关押着女电钻人呢，他难道忘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了吗？这么强大的战斗力撤离了这里，对于联盟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马桶阵营来说就减轻了不少压力，想必这也是突变1号的真正目的。当然突变1号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要把恶龙电钻引入到陷阱里去。突然大量的机械马桶包围了泰坦女铅笔，此时我们看到了泰坦女铅笔的新能力，右手变换出一个巨大的橡皮擦，攻击向这些机械马桶。这个橡皮擦竟然可以擦掉物体，这个机械马桶的脖子都被橡皮擦给擦给，这攻击方式也太神奇了吧！如果是一个大活人用橡皮擦进行攻击，那岂不是直接擦没了？这个理论目前是有讨论空间的。橡皮擦攻击的是机械体，并不是某种生物，可能只是对机械体有作用，攻击人类或者其他生物就会失去作用。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大家觉得是哪种可能呢？8号突然现身，原来这一切都是8号提前安排的战术，用这些机械马桶吸引女泰坦的注意力，就是这几秒钟的时间，他的反泰坦巨炮已经准备妥当，并且朝着泰坦女铅笔人发射了出去。当女泰坦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大炮已经来到她的身边，躲无可躲，情况非常危急，女泰坦也来不及做相
相应对策，只能下意识用左手进行抵挡。在反泰坦巨炮的巨大威力下，我们注意看女泰坦相当狼狈，直接从高墙掉落下来，墙壁的高度可能有几百米。在掉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她的左手臂也被轰击掉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左手臂并非被巨炮轰掉的，而是自己断掉了手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之前泰坦电视人也被反泰坦巨炮命中过，当时他的全身麻痹，动弹不了，所以巨炮的作用可能是限制被命中者的行动能力。为了不让自己的手臂影响到全身，泰坦女铅笔人只能选择断臂来保全自身。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女泰坦拥有自我恢复能力，铅笔种族都拥有这种能力。那作为他们的战斗力天花板的存在，女泰坦的这种能力肯定更加强大。断掉的手臂也是可以自我修复的。当她从高墙掉落下来后，再次被大量的机械马桶包围，受伤的女泰坦连连后退，看样子情况不容乐观呀。此时我们看到女泰坦断掉手臂的地方出现了很多线条，看样子很快就能恢复如初。此时8号又开始说话，他已经发现了女泰坦的弱点。你在战斗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我终于发现了你的弱点。只要是近距离战斗，你根本发挥不出自己的优势。我们总结一下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女泰坦的主要攻击方式是远程攻击，通俗点就是泰坦法师。所以法师近战是没有任何威胁的。为了限制女泰坦的作用，就要逼迫她近身战斗，所以这些机械马桶要逼迫女泰坦近战攻击。很快，这个不利的局面被从天而降的泰坦音响人给打破。俺老孙来也！一登场就干掉了好几个机械马桶，接着对其他的机械马桶弹奏美妙的吉他。这些机械马桶也很享受的样，抱着脑袋摇摆了起来。哪怕是这样，8号依旧胸有成竹。他对着2大泰坦说道：“就算是你们有足够多的泰坦，我们却有更多的战士来对抗你们这些泰坦。”8号口中的战士，除了这些数量众多的机械马桶外，肯定还有后手大招。大量的机械马桶又前赴后继地冲向2个泰坦，没想到他们的数量竟然如此之多。哪怕是量产，数量如此多的机械马桶也是需要时间的呀。看来马桶阵营为了此时的战斗，早就在做准备工作。既然泰坦的单体作战能力很强大，那我就堆数量，只要我数量足够多，我消耗也耗死你。遇到这种难缠的敌人，泰坦算是倒大霉了。有一句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了以后的事情，早早的考虑周全，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本事。此时的泰坦电钻人也是爬上了基地中央的建筑物，他有另外一个任务需要完成。高大的泰坦电钻人此时也显得如此渺小，可想而知，这个建筑的体型有多大。我们用肉眼预估一下，很可能有上千米的高度。接着泰坦电视人拿出了一个神秘设备，这个设备就是科学家给他的。之前的秘密场景中，想必大家都看到过了。当时我们还猜测它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当他把这个设备放在基地旁边时，它的功能也大致能够猜到，有非常多的电视机，应该是电视人能力的放大版。目前神秘的 G-Man 启示录正在进行，这个设备可能是用来阻止 G-Man 启示录的，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的作用，这很难猜测。此时的设备已经启动了，电视屏幕里也出现了绿色的乱码。不过这一集我们依旧无法得知它的具体作用。机械马桶从后面再次攻击，不痛不痒，被泰坦电视人直接甩掉。远处冒起黑烟，从里面钻出了更多的机械马桶，朝着泰坦电视人飞了过来。这些机械马桶听从8号的命令，目的就是把它支开。然后就看到8号来到了神秘设备的旁边，紧接着就骇入了系统里。知觉告诉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威胁，一定要尽快关停这个设备，不能再让它运作下去。如果不能及时关停，虽然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肯定的是，这将对他们非常不利。8号也考虑非常周全，在破解的过程中还呼叫了支援。随后大电视人带着集装箱传送了过来。当集装箱打开后，我们看到了联盟的众多成员。这个大电视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我们看一下他之前的样子，再来对比一下现在的样子。4个小型电视机变成了4个小音响，集装箱里也出现了几个老朋友。左边这个绿衣监控人，还有这个样子独特的时钟人。电钻人的左手变成了触手，后面还有好几个音响人和铅笔人，尤其是这个大铅笔人的肩膀上还趴着一个监控人，估计是集装箱的地方不够用了，他只能暂时趴在大铅笔人的肩膀上。联盟突然传送来这么多帮手，马桶阵营同时也开启摇人模式，8号的支援部队也瞬间传送了过来，他们的实力也非同小可。看来一场联盟和马桶方小型单位的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了。大电视人一点也不怂，开始放狠话。你怎么才叫来这么点人呀？你看不起谁呢？随后就发动了强光攻击，这强大而又刺眼的光芒是想要直接把敌人的眼睛给闪瞎呀。我们要注意一点的是，无论是联盟还是马桶阵营，都叫来了这么多人准备干一场硬仗，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这个神秘的设备。这个设备的作用很可能会影响全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道具。这让我突然想到了原版 Skibida 的剧情，当时为了营救被感染的泰坦音响人，联盟出动了大量人员护送反击声坦克。不过最后这个武器被敌人摧毁掉，那这个神秘设备之后是否也会被摧毁掉呢？
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一下哦。我发现时钟宇宙什么都好，有一点很让我难受，那就是每当双方要大战的时候，或者是大战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先偃旗息鼓，让大家等上一等。当双方开始战斗时，画面就发生了变化，来到了另外一个战场。恶龙电钻和突变1号还在战斗，此时他们来到了一座火山旁边，他们在高空作战。恶龙电钻喷射能量火焰攻击突变1号，下面是大量的岩浆，如果一不小心掉入岩浆里，是否会被融化掉呢？恶龙电钻发射激光命中了突变1号，直接把他给打了下来。他们两个人打斗的动静非常大，周围的岩浆都发生了变化。突变1号很快站了起来进行反击，手掌中间伸出触手攻击向飞龙电钻，这触手是相当恶心，看起来又长又粗。当时用这一招攻击了泰坦影响人，效果相当不错。但是在面对恶龙电钻时，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只见他用嘴咬住了触手，用力一拖拽，就把突变1号甩飞了出去。这个时候轮椅博士来电了，这来电的时候拿捏的挺是时候呀。如果此时我是恶龙电钻，肯定会抓住突变1号和轮椅博士打电话的这个时机，好好的揍他。轮椅博士告诉突变1号，你的首要任务是把泰坦从1号基地引开，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对联盟大开杀戒，拼个你死我活。轮椅博士对突变1号的表现相当不满意，他此时非常的生气。派遣突变1号出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分出胜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种做法很明显是错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拖延时间。如果不是突变1号步步紧逼，泰坦电钻人也不可能进行变身，成为现在的恶龙形态。轮椅博士让他们争取时间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最终G-Man的降临。然而突变1号面对轮椅博士的训斥，一点都不服，竟然还反驳了轮椅博士。你以为对付一条龙有那么简单吗？我怎么知道这个家伙会进化成一条龙呢？其实轮椅博士不应该这么说，他应该说，如果不是你把人家泰坦电钻人逼到绝路，实在没办法，人家也不会进化成恶龙的形态。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突变1号的地位不低，可能也是07指挥部手下的一员大将，地位仅次于轮椅博士。恶龙电钻再次蓄力，从翅膀发射出8束强大的激光，突变1号的能量盾都被打破，自己也被击倒在地。他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不是对手，于是就呼叫轮椅博士请求支援，把4号和5号都给我叫来帮忙。看来还有2个突变体我们没见过，很好奇4号和5号的样子和实力如何。突变1号只说了4号和5号，为什么没有说3号呢？可能3号在执行其他的任务，我们在之后的剧情中可能会见到突变3号。轮椅博士告诉突变1号，4号和5号是用来对付泰坦时钟人的，想要让他们来支援你，想都别想了。目前泰坦时钟人还在处理核弹危机，根本就腾不出手。如果核弹危机被处理掉，那泰坦时钟人就会腾出手来，这对于马桶阵营是非常致命的。而4号和5号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突变1号你就自己想办法，打过了也得打，打不过还得打，总之死也得给我打，反正是没有人会支援你的。你只会为了利益而牺牲其他人，我对你太失望了。自己在实验室做研究，让其他人出去当炮灰，为了自己的安全出卖自己的队友。当突变1号话还没说完，轮椅博士这里就出状况了，点读笔突然就传送了过来，空气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传送门，点读笔就从里面走了出来。一起来到这里的还有神秘球体，类似于阿尔法手中的那个球体。当时阿尔法的那个球体被击碎了，但是这样的物体有很多，并且它们的形态各异。当点读笔突然出现在他的实验室后，轮椅博士直接待在了原地。不过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并且还对突变1号说了一句话：我特喵讨厌你。接着就开始攻击点读笔。不过轮椅博士这个攻击带来的伤害还差点火候，点读笔很轻松就抵挡住了。接着点读笔发射激光，把轮椅博士的轮椅都揪翻在地。当然坐在轮椅上的博士也很惨。这里我要解释一句，轮椅博士的真正名字其实叫做克莱曼。由于他是坐在轮椅上，还是一位科学家，所以我们叫他轮椅博士，我感觉更亲切一点，并没有嘲讽他的意思。此时点读笔来到了电脑面前，他把所有数据都读取了。轮椅博士也赶快治疗自己的伤口，接着点读笔走到轮椅博士的面前说道：你快别瞎操心了，外星人并不需要 G-Man 来阻止这一切。在外星人眼里 G-Man 启示录是非常弱小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刚登场时的点读笔说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 G-Man 启示录的发生，而现在当他读取了相关数据后，又说 G-Man 启示录根本不足为惧，这说明点读笔背后的势力非常强大，强大到 G-Man 启示录都无法对抗的地步。接着点读笔就离开了，随后又传送到了铅笔人的基地。此时的点读笔身边一直跟随着外星球体，这是否说明此时的点读笔已经投靠了外星人？关于点读笔的主人是外星人，点读笔本来就是外星人这种说法，我个人是不太赞同的，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的漏洞，我之前的视频中就解释过。反正点读笔现在属于外星阵营。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外星球体也来到了这里，他告诉点读笔和另外一个神秘球体已经找到了反泰坦的位置。当时在秘密场景中，我们看到了点读笔占据了反泰坦的身体，现在的场景也是相当于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点读笔说话，我必须要去一个地方，我要去
说服我的老爹，也就是创造他的铅笔人领袖。这也就说明点读比是自愿投靠外星人的，外星人并没有控制他。点读比还想让他铅笔人领袖也投靠外星人。至于点读比为什么选择投靠外星人，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外星人非常的强大，被洗脑了，被强大的实力所征服了。但是话又说回来，点读比只是一个机器人嘛，他的行为方式和所有一切都是遵循给他编辑的程序和代码形式，按道理他是没有主观意识的。那为什么他会主动去投靠外星人呢？大家是否和我一样觉得非常奇怪呢？除非点读比已经进化出属于自己的独立意识，这一切才说得通。点读比已经投靠外星人势力，还想让铅笔阵营一起背叛联盟，大家觉得他能不能做到呢？这个神秘主人目前还在外太空，最终能否顺利降临地球并统治这里？我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这个神秘主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毁灭这里的一切，所以马桶阵营最终才倒戈，不和阿尔法合作。难道铅笔人不知道这一切吗？哪怕他们现在投靠了外星阵营，到时候也是会被神秘主人一起毁灭的。接下来的剧情画面，想必大家之前已经看到过，我之前也进行了详细的解析。简而言之，就是反泰坦只是一副机甲，控制他的紫色蜘蛛被逼无奈逃出了机甲。这副反泰坦的躯壳就被点读比控制，变成反泰坦的点读比实力更加强大，还说不会让他的主人失望。不得不说，他实在是太无耻。不过他之后应该会去找铅笔领袖，到时候希望铅笔领袖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头脑，不要做出来背叛联盟的事情。接下来是这个反泰坦进行战斗的场面，在面对这些机械马桶的时候，他非常轻松就能够干掉他们。这个反泰坦此时肯定是去找泰坦石中人复仇，由于他忤逆了主人的命令，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之前也看到过，身体被点读比给占据。这里我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反泰坦被他的主人称为玩具，既然是玩具，那肯定不只有一个，之前被泰坦石中人摧毁了一个，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二个反泰坦，而反泰坦的初级形态其实就是一副机甲躯壳，那是否说明反泰坦不只有2个？神秘主人可能会创造数量众多的反泰坦，甚至还有更加强大的反泰坦存在，他们以初级形态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到时候外星生物降临后，就会直接变成反泰坦的形态，一个就够难对付的了。如果突然出现一堆，将会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战场中，恶龙电钻和突变1号依旧在战斗着。此时，恶龙电钻从高空对突变1号进行俯冲。我们注意看突变1号的手掌心。这个能力类似于原版 Skibidi 里的泰坦监控人，可以吸附住恶龙电钻，最终的结果是把它直接丢进了岩浆里。恶龙电钻被岩浆给吞噬掉了。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泰坦电钻人刚完成进化，也没那么容易死掉。当突变1号已经解决掉了它，准备飞离这里时，突然被攻击了一下。当他扭头看去，我们看到恶龙电钻从岩浆里出来了。他此时整个样子看起来更加的凶残，就如同来自地狱的熔岩大魔王。但他从岩浆里出来后，直接就向突变1号飞扑过去，速度非常快，还没反应过来，就把突变1号扑倒在地，死死把他压在身下，然后举起双拳，就如同暴雨一样，双拳快速砸下，持续不断的连续击打突变1号。这一幕实在是太疯狂了，太解压了，如同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突变1号很难生存下去。为了马桶阵营的伟大事业，他光荣的牺牲掉了。接下来是第39集第3部分发生的事情。此时的恶龙电钻打败了突变1号，经过了岩浆的洗礼后，形态又发生了一点变化。既然敌人已经打败了，也就没有必要待在这里了。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可想而知，他肯定是要再次返回1号基地。此时的镜头也来到了1号基地，我们看到了3号男子，此时的他正在和泰坦监控人对战。这个时候8号给他打来了电话，问他真的想要和泰坦监控人1v1对战吗？他的体型太大了，8号之所以打这个电话，也是出于关心3号的目的，因为和泰坦监控人对比，3号实在是太渺小。此时的3号从机械马桶的头部跳了下来，并且说道自己并不是第一次和一个大个头战斗，自己是有经验和实力的，并且这次3号并没有意气用事，而是做了充足的准备才来和泰坦监控人进行战斗的。我们注意看他的装备，和之前剧情对比一下，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无论是他的衣着打扮、装备品质，还是武器枪械都更强大了。现在拥有了火箭筒和机关枪，同一个战场，此时的时间也是一样的。然而3号的样子却发生变化，唯一的可能就是 DON 工作室给3号进行一波临时升级，此时他这个样子更符合当前情况下战斗的需求。接着我们就看到了3号手持机关枪对泰坦监控人进行扫射，他们2个的体型对比确实差距很大。不过3号并没有畏惧，泰坦监控人吸附住一个机械马桶，用力捏爆后扔向了3号，被躲闪开后继续进行战斗。此时3号切换了武器，扛
扛起火箭筒对着泰坦监控人就来了一发，接着又切换手枪进行攻击。这波行云流水的攻击方式，把能够用到的枪械都用了。不过这也彻底的惹怒了泰坦监控人，他一个俯冲想要用大手抓住3号，不过最终被3号成功闪开。近距离看泰坦监控人带来的压迫感十足，然而3号并没有丝毫慌张，就好像一切尽在自己掌控。接着我们注意看3号竟然拿出了 C4 炸弹，直接丢到了泰坦监控人的防护罩上，引发爆炸后，防护罩也被破坏掉了。这个防护罩是干什么用的？想必不用多说，在原版 Skibidi 里，如果没有了这个防护罩，之前的泰坦监控人竟然被催眠，竟然自己攻击自己，并且在打败马桶科学家之后，泰坦电视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防护罩给到了泰坦。而且在原版之前的剧情中，当电视人登场后，就给到了主视角一个防护罩，说明这个防护罩能够防御电视人的屏幕攻击，是很重要的道具。当泰坦监控人的防护罩被炸毁了，我有种大事不妙的感觉。而这一切都在3号的计划中。当泰坦监控人把防护罩取下来后，3号的真正目的也显露出来，一个携带着大型电视机的机械马桶突然出现，飞到了泰坦监控人面前，发动了屏幕攻击。泰坦监控人开始双手颤抖，很明显已经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个时候3号非常的自信，终于解决掉一个泰坦。此时的泰坦监控人并没有做出来伤害自己的事情，而是把头缓缓地转过来。我们注意看他的摄像头颜色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红色，这说明他已经被成功催眠控制了吗？我感觉并没有，相反，此时的泰坦监控人已经开启了狂暴模式。然而3号还一无所知，还自顾自地说道，自己听到了 BOSS 的背景音乐。狂暴模式下的泰坦监控人到底有多疯狂？战斗力得到飙升后，将会对3号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呢？每当到了关键时刻，就会戛然而止。DOM 总会留下一个悬念，让我们期待下一集会发生什么事情。此时画面突然来到了泰坦时钟人这里，泰坦时钟人依旧被困在原地，核弹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此时时钟飞船也赶了过来，我们还可以听到有时间的滴答声音。此时注意泰坦时钟人的举动，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于是就举起手告诉时钟飞船不要靠近。然而一切都太迟了，后方的骷髅飞碟突然飞了过来，速度非常快，瞬间就袭击了时钟飞船。这里要说明白一点，泰坦时钟人之所以能够感应到不好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他和时钟首领一样，拥有能够窥探未来10秒钟的能力，所以他能够提前感应到危机到来。7号指挥官控制骷髅飞碟，用机械钳子夹住了时钟飞船，接着他看向了泰坦时钟人的方向，随后控制大炮对准了时钟飞船。如果再不加以阻止，那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泰坦时钟人马上发动了黄金之刃，很快就砍断了机械手臂。时钟飞船在掉落的过程中被黄金之刃给接住，接着让时钟飞船平稳落地。时钟飞船暂时算是安全了。骷髅飞碟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却无能为力。这还不算完，泰坦时钟人掏出机关枪对骷髅飞碟疯狂射击，不过7号指挥官开启能量盾挡下了所有伤害。在飞碟内部，我们看到了正在驾驶舱的7号指挥官，他此时回想起了轮椅博士说过的话，泰坦时钟人拥有窥探未来10秒的能力。然而对这个说法，7号指挥官依旧持有怀疑的态度，于是就决定亲自去实验一下，看看他是否真的拥有能够窥探未来的能力。接着我们看到骷髅飞碟突然就从空中摔了下来，就这样从空中摔了下来。看来7号指挥官还真不拿自己的座驾当回事呀，不想用了随便就抛弃掉了。泰坦时钟人都看傻眼了，还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尝试用黄金之刃试探性的碰触骷髅飞碟。随后我们能够听到时钟的滴答声，紧接着泰坦时钟人就开启了胸前的防御装置。我们都知道他肯定有防御能力，但这个防御能力还是头一次展示给我们，和能量护盾的效果差不多，不过它的形状我更愿意称之为能量铠甲。7号指挥官速度相当快，试图冲击泰坦时钟人。当我们放慢动作会看到7号指挥官一头撞在了能量铠甲上，直接反弹了回来。原来刚开始7号指挥官是想要用骷髅飞碟来吸引泰坦时钟人的注意力，接着在他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身体击穿泰坦时钟人的能量核心。对，你没有听错，7号指挥官竟然想用自己的身体击穿他的能量核心，这也太夸张了吧。这说明7号指挥官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经过了一番测试过后，7号指挥官也确定了泰坦时钟人确实拥有窥探未来的能力，这个能力也太逆天了，能够对危机做出提前预判，那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当然泰坦时钟人肯定也有弱点，他也不可能一直是无敌的存在。在之后的剧情中，大家觉得他会被谁打败？接着7号指挥官对着泰坦时钟人说了一堆话，我们两个都无法被任何人打败，那就让我们共存下去吧。从7号指挥官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实力能够和泰坦时钟人比肩。别看他是人类的形态，目前7号指挥官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并且他完全不受时光技能的影响，所以泰坦时钟人的攻击手段对他也没有任何作用。目前我们只知道7号指挥官免疫时光技能，他的移动速度很可能已经超越光速，并且他身体的坚硬程度无法想象。此时时钟飞船的舱门也打开了，我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身影走了出来。这个时候7号
号指挥官发现了哪里不太对劲，他望向了泰坦石中人，接着说道：“你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奇怪吗？联盟的计划是阻止之门启示录，你不应该在这里浪费时间，而是快一点和其他的泰坦集合，一起去阻止之门启示录才对。”然而泰坦石中人听到这些话后，却表现得不慌不忙，在远处的时钟飞船内部的成员也从飞船里井井有序地走了下来。大家的表现让7号指挥官感觉有点不对劲，大家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呢？除非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核弹危机的方法。接着7号男子就快速地飞入了穹顶内部。此时我们注意看，泰坦石中人想要控制黄金之刃进行阻止，但是7号指挥官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黄金之刃都跟不上他的速度，眼睁睁看着7号指挥官飞入了穹顶内部。此时场景来到了穹顶内部，由于泰坦石中人在外面发动了时光静止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穹顶内部的画面是静止状态，屏幕都是黑的，四周的场景也都是灰白色的。此时镜头来到了小闹钟这里，我们注意看这台机器的屏幕是有画面和颜色的。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派小闹钟前来帮忙？因为小闹钟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可以屏蔽掉石中人的能力，所以泰坦石中人的时光静止对他不起作用，只有他才能够进入穹顶内部，尝试解除核弹的危机。此时的他也在争分夺秒地破解这个设备。小闹钟在一堆线路中找到了绿色的线，用剪刀把绿线给剪掉了。接下来出现的状况说明这根线不对，闹钟人快速地启动了时间回溯的能力，否则这里很有可能就爆炸。如果知道电路常识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绿线代表着接地线，这么贸然地把绿线剪掉是会导致电流短路的。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剪掉蓝线或者红线吧。如果敌人提前设置了阴谋诡计，把红线变成了蓝线，就只能赌一把运气了。这个时候7号指挥官也进入了这里。目前整个剧情中只有小闹钟和7号指挥官不受时光禁锢的影响。小闹钟看到7号指挥官闯了进来，愣在了当地，竟然可以在时钟被暂停的空间中移动，还是一个马桶人，这让小闹钟都有点不知所措。这还不算完，紧接着7号指挥官的身后出现了一个我们熟悉的老朋友，那就是未来大时钟人。这让我也感到非常纳闷，未来大时钟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来这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来阻止7号指挥官对小时钟人下手的。接着他说道：“你才是我的对手。”接着7号指挥官也嘲讽道：“未来大时钟人，你就是劳力士脑袋的时钟。”我个人虽然很喜欢手表，但是对于劳力士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这辈子能够拥有一款劳力士的手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大时钟的样子，这哪里像劳力士了？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他们两个腾空飞起，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从他们的外观和体型来看都差不多，那他们的实力如何呢？7号指挥官之前说过，他和泰坦石中人能够一较高下，说明他很有可能是马桶阵营的最强战力，当然 G-Man 启示录除外，因为 G-Man 启示录一直在埋伏笔，被哄抬的太强大了。未来石中人也不是泥捏的，他可是汇聚了石中人种族所有人的时光之力，并且可以随意在宇宙空间和时间中进行穿越，他的实力也毋庸置疑，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大战非常有看点。但是目前他们需要面对最强大的敌人，是来自外太空的神秘主人。马桶阵营未来是要和联盟走向合作的，所以这次大战很可能只是双方交手，并不会打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接下来就是第39集第4部分的内容。此时7号指挥官和未来石中人的战斗已经打响，他们都从建筑内部飞出来，因为在内部打斗的动静太大，可能会引起核弹的爆炸。外面的场地宽阔，动起手来也方便。未来石中人直接被7号指挥官打了出去。目前他们依旧在穹顶内部，这里的时间依旧是静止状态，所以当未来石中人从建筑里出来后，整个墙体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如果是正常的时空，墙体肯定会被破坏掉。然而这里是一个时空静止的场地，发生任何违反物理规律、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很正常的。当然，未来石中人都可以穿越未来，穿过墙体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这实在是太疯狂了。随后7号指挥官也跟了出来，接着一发激光炮打向7号指挥官，不过被闪躲开了。我们注意看这个大炮，当打到身后的建筑物后，竟然形成了一张蜘蛛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7号指挥官向远处看去，我们看到蜘蛛时钟登场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15集发生的事情，当时未来大时钟人登场的时候，就是驾驶这个蜘蛛时钟。没想到这个蜘蛛时钟来到穹顶内部，也可以免疫时光禁锢的能力。在原版 Skip 代剧情里，我们见到了蜘蛛监控登场，他的实力非常强大，很轻松就解决掉了一些宇航敌人。没想到在时钟宇宙里，蜘蛛时钟也再次登场，并且对7号指挥官发动了攻击。这次7号指挥官并没有躲开，被击中后的他被蜘蛛网牢牢控制在墙壁上。接下来蜘蛛时钟直接把7号指挥官包裹成一个茧，想要用这个茧把7号指挥官困在里面。在带给未来时钟的过程中，7号指挥官很快就破茧而出，开始了他的反击。这攻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攻击，可能未来时钟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蜘蛛时钟就被7号指挥官给解体了。这可能是7号指挥官移动速度最快的一次
次到底有多快，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当我放慢动作，逐帧去观看，都捕捉不到他的画面，实在是恐怖如斯呀！连时间都无法束缚7号指挥官，他的速度已经突破光速。我怀疑他现在的实力能否不凭借外物做到在宇宙中穿梭呢？注意看7号指挥官这动作，是否有一种大山崩于前而面不变的城府？这就是对自己强大实力的绝对自信。这个时候，未来大时钟也有点生气了，对着7号指挥官说道：“你真的要逼我这么做吗？”看来未来大时钟人还有后手，知道对付7号指挥官的方法，但是他却并没有这么做。当蜘蛛时钟和7号指挥官战斗时，他也是在远处观看，没有直接插手，并且在这一集的简介中 ，DOM 也写道，未来大时钟人并没有尽全力去战斗，这说明未来大时钟人内心明白7号指挥官不是真正的敌人，也并不能对他真正的构成威胁。未来大时钟人已经穿越过很多宇宙时空了，也见识到各种各样未来发生的状况。对于7号指挥官，他应该非常了解，所以他明白7号指挥官并不是他真正的敌人。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看蜘蛛时钟的大钟表发动了时光回溯的能力，成功修复了自己的身体。在对付时钟人这个种族时，只要时钟没有被破坏掉，就可以进行自我修复，是一个非常逆天的种族。接着，整个场景又发生了变化，来到了1号基地的内部。此时，联盟的精英正在和马桶阵营的精英进行战斗。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营救女电钻人。上次这个画面出现是2个月前，我还以为 DOM 工作室已经忘记营救女电钻人了。接下来他们战斗的画面让我想到了火影忍者，看来 DOM 也是火影迷啊！女影响腾空而起，一刀就切割向突变马桶的脖子，速度很快啊！接着一个跳转，又切割向另外一个突变马桶的脚部，然而一个大跳，跳到了第3个突变马桶的身上，移动速度非常快，相当的灵活。在突变马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绕到了他的脖子后面，突然间发动了攻击，用双刀刺向了他的双眼。这一招实在是太致命了，一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松解决掉了3个突变马桶，并且全身而退。女影响人的实力也太强大了吧！接着战斗来到无双战神这边，看看无双战神是如何战斗的吧。无双战神双手持马桶塞子，重重的砸向了10号的脸。我们注意看这个马桶塞子还有倒刺，男影响人用匕首也攻击了10号，在2个人的合作下，10号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相当的惨。无双战神的移动速度也相当快，在10号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把一个卫生纸手雷塞进了他的马桶里。你小子不讲武德！然后就引发了剧烈的爆炸，看来10号不死也要脱一层皮了。接着画面再次来到了6号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他的攻击手段是制造幻境。此时我们看到他缓缓朝着前方走去，而在他的眼前，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个神秘电钻人。他每次出现都给我们带来惊喜，能够力挽狂澜。他手里总是拿着一个神秘工具，对着地面钻来钻去。他这是在挖地洞，之所以总是神出鬼没，就是因为他通过这个东西挖地道，想钻到哪就钻到哪。此时6号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神秘电钻人也停止了挖地。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知道，这个可以挖地的工具竟然还可以作为武器战斗。这个武器发射出来红色的激光，命中了6号的身体。这个武器也太神奇了，它是怎么发射激光的呢？可能在他用手进行转动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能量，进而让激光从里面喷射出来，和摩擦起电的原理差不多。6号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挖地的工具竟然还可以发射激光进行攻击。接着一把匕首射向了6号，被他的大手给挡了一下，否则就有可能命中他的头部。6号也非常生气，看向了攻击他的另外一个方向。此时刺客电钻人正在朝着他奔跑而来，速度相当快，不一会的功夫就冲到了6号面前，跳到了高空中，俯视而下对他发动了攻击。在这期间，我们注意到6号释放了紫色烟雾。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6号制造的幻境中，一辆汽车在马路上高速行驶，而他们2个就站在汽车顶部进行战斗。此时的6号也进入到幻境中，和刺客电钻进行战斗。关于他为什么也进入到幻境中，可能是他完全可以控制幻境，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自己进入幻境中和刺客电钻进行战斗，更加有利于战斗的胜利。对于6号也中了自己的幻境，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他的防护罩并没有破损。如果对于自己制作的幻境，自己都能够被影响到，那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这个幻境的整体背景颜色是血红色的，在远处还能够看到噩梦电钻的大组。至于幻境中为什么会出现恶魔电钻，这可能是刺客电钻内心的折射。我们都知道，中了6号幻境的人员，他们的幻境中会出现自己内心最害怕的东西。看来刺客电钻非常畏惧恶魔电钻，他们2个在车顶互相打斗。接着6号一拳把刺客电钻打下了车顶。刺客电钻摔倒在马路上，整个场景依旧是血红色的。我们还能够看到远处高大的建筑物。接着一辆火车朝着他飞驰而来，刺客电钻反应很快，一下子就躲开了。然而整个幻境再次发生变化，四面八方出现了无数辆火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已经把刺客电钻团团包围了。这个时候6号突然从上方出现，想要偷袭，被刺客电钻再次躲掉，并且做出了反击，一刀就砍向了6号的手臂。在自己的幻境中依旧打不过刺客电钻，还被砍断了一条手臂。接着6号还想反击，被刺客电钻
按着脑袋就这样摩擦，难道是6号实力太弱了吗？只能说刺客电钻的实力太强大，6号被完全碾压了。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电影没？当时蜘蛛人按着杀人的脑袋摩擦，时钟宇宙应该是参考了这个动作场景。由于6号的脑袋撞到了控制台，关押女电钻人的激光也被关闭了，女电钻人马上就要被解救出来了。这时画面又来到了女电视人这里，她正在和一个突变马桶进行战斗，很明显女电视人处于下风，无双战神前来支援，转移了突变马桶的注意力。10号突然出现在女电视人身后，看来之前的手雷对她造成了不小伤害，现在身体才缓了过来。女电视人发动了白光攻击，就朝着女电钻人的方向飞了过去。我们看一下女电视人的表情，看到女电钻人相安无事，她露出了开心的表情。女电视人走到了女电钻的身边，两个人相互握手后就传送离开了。在此期间，我还注意到了女电钻人的脖子相当性感，我估计单身30年的老光棍看到这一幕又要流口水了。神秘电钻人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每次都会发挥关键性作用，这次我实在是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现在他又开始挖地了，既然女电钻人已经被成功营救，他也该钻地离开这里。无双战神在这场营救行动中受到了一点伤害，不过已经被女时钟人给治疗好了。你的治疗术太棒了！此时10号注意到了他的好兄弟，也就是6号的状况不太妙，于是大叫着朝6号的方向飞了过去。我怎么感觉这个10号有点愣头青的感觉？这个傻大个和6号的关系相当铁。当他看到6号受伤严重，10号彻底的暴怒，朝着联盟的精英干部怒吼道：“你们都给我离远点！”这吼叫声把其他人都震飞出去，只有刺客电钻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这也说明刺客电钻是他们当中实力最强的存在。刺客电钻缓缓向10号走去，虽然面对强大的敌人，10号依旧毫不退缩，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朋友。我是不会让我的朋友死掉的，哪怕拼掉这条命，我也要保护自己的朋友。话刚说完，10号就彻底的瘫痪在了地上。看来之前的战斗让他也受了严重的内伤，已经无法再继续战斗。这个时候，联盟小队再次集合在一起。我们看到6号的状态非常惨，也失去了战斗能力。这个时候，6号说道：“你们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你们这些杀害无辜的刽子手。”此时的女电视人竟然也说话了，她开始质问6号：“什么叫做无辜？这本来就是一场战争，联盟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电钻人阵营，这对于刺客电钻是多么残酷的事。他还不一样，只能选择接受事实。”其实女电视人理解错了6号的意思，6号说的话其实是指在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时点毒笔屠杀了整个村子的人，这让6号到现在还无法释怀。他把这一切都怪罪到了联盟的头上，他还称女电视人这群联盟的成员是 AI 根本就没有自主意识，是只能依靠程序和代码行事的机器人。在6号的心里，联盟所有的成员都是被创造出来的 AI， 只有马桶人才是真正的人类。6号接着说道：“你们认为就因为是一场战争，你们就有权利把所有小孩都杀了吗？”神秘电钻人本来已经潜入了地下，准备撤离这里。当他听到6号说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又从洞口冒了出来。神秘电钻人也太搞笑了，我真想用一把锤子，就如同玩打地鼠一样，给他来那么一下。女电视人对于6号说的话根本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些联盟的成员只是针对马桶人一直在战斗，他们从来都没有干过伤害人类小孩的事情啊！此时有警报声响起，刺客电钻人拿出了一根钢笔，这根钢笔是之前点毒笔给他的。这支笔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知晓答案了。刺客电钻人按动了钢笔的按钮，从里面传来了点毒笔的声音：“别相信6号说的话，他是在说谎骗你们，他的目的是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分散你们的注意力。”这个钢笔竟然是一个监视器，一直在对他们进行监视。所以从点毒笔一登场，他就对联盟的成员没安好心，这妥妥的是一个天生的反派形象。不过很多小伙伴都被点毒笔刚开始的表现给迷惑了，竟然在刚开始就认为点毒笔是一个好人，原来他从一开始就很坏呀！在迟疑了片刻后，点毒笔彻底不装了，接着说道：“算了，我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你们这群人身上的。”他为什么会这么膨胀？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变成了反泰坦，实力得到质的飞跃，除了泰坦时钟人，其他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这支钢笔不仅有监视的作用，当点毒笔启动它时，我们竟然看到钢笔竟然飞到了空中，并且形成了无数的导弹。这些导弹完全可以把这里夷为平地。这点毒笔也太坏了，他这种做法完全是彻底和联盟以及马桶阵营撕破了脸面。我甚至怀疑这个做法会影响到联盟和铅笔人种族的合作，因为目前铅笔人种族和联盟并不知道点毒笔已经投靠了外星阵营。女时钟人反应也很快，用时光手枪发动了时间禁锢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他们要抓紧时间赶快撤离这里。无双战神告诉刺客电钻：“你身上不是还有立方体吗？赶快拿出来把大家都传送走呀！”刺客电钻拿出了立方体，在发动传送前，他看向了6号和10号，要不要把他们2个也一起带走呢？虽然刺客电钻接受了种族被灭的事实，但是对于眼前的这些敌人，他依旧无法释怀，无法原谅他们，所以他最终并没有选择带他们一起传送走。当联盟小队离开后，就只剩下了6号和10号。当导弹爆
炸后，他们也就荡然无存了。6号让10号不要管自己，赶快离开这里，他已经无法离开了。10号到死也不会抛弃自己的好朋友，那既然要死，就一起面对吧。他们的友谊实在是太感人了，死亡都无法影响到他们的关系，还在为对方考虑。导弹爆炸的威力非常大，这导致整个基地都开始坍塌了。他们已经绝望了，准备好迎接死亡的到来。紧接着，周围的一切突然暂停，和时间禁锢的差不多，周围都有空间波纹在闪动。难道是有哪个时钟人前来救他们了吗？6号和10号都吃惊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远处传来了一阵阵的脚步声，他们两个朝着远处看去，眼神中流露出惊恐的表情。我们看到一个神秘人从远处缓缓走来，周围产生了很多的白雾。那么来者到底是谁呢？毫无疑问，就是创造这个时钟宇宙的神秘人 DOM。神秘人 DOM 首次在时钟宇宙中出现，这让我感到非常的突兀。他的出现也是直接插手了剧情的发展。6号和10号被他给救了下来，他为什么要救10号和6号？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目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10号和6号这两个角色肯定非常重要，才会让神秘人 DOM 亲自登场来救，这可是凌驾于剧情之上的神级角色。至于神秘人 DOM 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只能等之后的剧情才能知道真相，并且 DOM 工作室还透露说，接下来还会有第39集第5部分，一集分为5部分来发布，并且每一部分的时间还挺长。怎么说呢？时钟宇宙这个系列的剧情，从时间长度和更新频率，总体来说还是挺给力的。这期视频花费了2到3天的时间完成，如果觉得还不错，就点赞鼓励一下吧。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一个喜欢的人，非常不容易，大家也务必订阅我的频道，当我的视频再次更新后，大家就不会找不到我。